美國政府停擺終於結束了。11月1日，因政府關門超30天，資金耗盡，俗稱食物券的聯邦補充營養援助計劃自設立60年來首次停止發放。4號，特朗普口中的共產主義者民主黨人馬姆達尼以碾壓優勢當選紐約市長。他所在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表示，這是工人階級的勝利。一片混亂中，11月9日，在關門40天後，參議院終於通過支出法案。12號，伴隨着白宮34秒的掌聲，特朗普簽署支出法案。這場歷時43天的史上最長政府停擺宣告結束。順提一嘴啊，上一個最長記錄由特朗普1.0創造。大家好啊，我是又沒吃上熱貨的星辰。最近美國政壇可謂天翻地覆，民主黨先後在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大勝共和黨，連特朗普的老家全球資本主義心臟紐約也被顛覆。但轉身因為民主黨參議員倒戈，共和黨僅一句口頭承諾換來結束停擺，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轉發加點讚，這就是停擺。聽川普說。經常當美國總統的都知道，政府關門就好比星辰整活，屬於必修課。自1976年引入現代預算流程，仁宗卡特率先創下4年關5次，摘得美利堅第一關的桂冠。很快啊，林宗里根異軍突起，8年關8次。最搞笑的要數他因邀請議員集體到白宮開趴吃燒烤，導致錯過投票期，喜提關門3天。然後等到萬歲爺聖人總統諾貝爾獎無冕之王特朗普上台，2019年一舉與政府停擺35天的好成績，成功刷新克林頓的21天最長停擺記錄。那麼今年大家都知道了，川皇正在猛烈發力蟬聯盟主。這次政府關門原因很簡單，兩黨最大的分歧就是是否要繼續補貼奧巴馬醫保。眾所周知，醫療費越高，能負擔的人越少，能負擔的人越少，人均壽命越低，人均壽命越低，醫療費越低，所以醫療費越高醫療費越低。雖然各路賽博美國人高舉免費醫療的大旗四處出警，但實際上美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同時2024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高達12500美元，咋辦呢？答：買保險。為了確保底層人的醫療權，早在2009年奧巴馬振臂一呼，通過平價醫療法案，所有公民強制購買醫保，違者罰款，政府則對貧困線下的人給予補助。關海同志想法是好的，只不過被醫療複合體執行壞了。自奧巴馬醫保推出後，美國醫療支出從2010年的2.59萬億美元一路飆到2022年的4.5萬億，是軍費的5倍還多。請看這張圖，巨額投入換來的卻是極其畸形的預期壽命與人均醫療支出，甚至2024年還催生了路易吉當街槍擊保險公司 CEO 案。新觀眾可以回顧這一期。於是2017年董王剛上台的第一道行政令便叫停奧巴馬醫保。是奧巴馬醫保的確有缺陷，但董王這就好比為了要減肥，不是選擇少吃，而是直接割肉。等到拜登上台又恢復了，然後今年川普再上台，新財年法案果斷再次叫停政府補貼，民主黨則堅決反對。醫療援助法案幾次審核後放棄凍結，這就是成語元神啟動的來源。好消息是取消補貼，立省350億美元，相當於新增軍費的零頭。壞消息是保費將大幅上漲，預計從每年888美元漲到1904美元，漲幅高達114%，可能導致數百萬人放棄醫保。於是由財政引發的政府停擺快速升級為一場權力的遊戲。先鋪墊一下基礎知識。參議院通過撥款法案需要60票贊成，兩黨又誰都沒那麼多票，於是徹底尬住了。幹，誰他媽慫了誰孫子啊！坐擁執政黨的共和黨率先出手，教育部果斷篡改了被強制休假員工的自動回復郵件，政府關門責任全在民主黨。隨後白宮、林務局、退伍軍人組織也紛紛跟進，在官網打出橫幅。民主黨自然不甘示弱，行，你們玩陰的是吧？那就都別過了，否決。然後臨時撥款法案在參議院被連續14次否決，一時間董王大怒，繳吧繳吧，你們就繳吧，繳的底層民眾沒了救濟糧，餓了肚子，繳的華盛頓大亂，把美利堅亡了，老子無非陪你們炒股便是。直接威脅要徹底砍掉關門期间停掉的一切民主黨項目，政府停擺瞬間變成
成黨派報復。緊接着，交通部長也跳出來宣布，由於政府停擺超30天，空管人員人手嚴重不足，將取消40個大機場的數千個航班。當然了，責任也全在民主黨。終於，6號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提出妥協，要不咱各退一步。民主黨允許撥款，共和黨答應奧巴馬醫保的政府補貼延長1年，遭到共和黨斷然否決。你以為這就完了？對於要60票才能通過法案的僵局，川普還想了個天才主意。改法律改成50票能通過不就好了？這樣共和黨永遠不會輸。為此，他甚至凌晨3點打電話騷擾參議員，一時間情況亂得像春晚小品吶。小苗啊，我老美究竟怎麼回事？你就跟我說唄，老折磨我幹啥呀？這是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會兒進屋大夫就告訴你了。哎呀，這個折磨我。大夫他來了，你好。不好啊，大夫，請坐。哎，这个刚才你老娘们高市首相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說你就怕提東大，一提東大根兒就抽了。呀，還真準。來，把這毫毛拿下來。不行啊，我這電壇吶，拔涼的，我拿着個疼。來吧，不宰吧，他帶着吧。那行，那我們就開始治療，談話治療啊。怎麼個談話治療啊？不打針不吃藥，坐這兒就是跟你嘮，聽問題擺事實，也叫停擺。哦，還得停。頭子，那咋的了？這病我可不怕了，你這啥玩意兒？小苗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停擺了。大夫，我跟你說，他 PTSD 了，你別用簡稱，你還是整全稱吧。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書聊，請坐。看書聊。哎呀，這種病人可得注意點了。下面請聽第一個話題：白宮的翻修護理拿錯書了。請聽第一話題：差點科克做好了戰鬥組，這也不行。咱回去吧。哎呀，我這知識啊都學雜了。看看這個話題：關稅與國債。這好，大夫，這話題別打岔，被整沒了。在歲月的長河中，霸權好比南海的飛機，來匆匆，去匆匆，唰，說沒就沒呀。要是，這我也沒提東大。你是沒提東大，你直接給我整沒了。別老說沒，咱說贏多好啊。好，那咱就說為什麼媽嘎？對，這好，這個話題這好。美國為什麼要媽嘎呢？簡單說一個字，為了一個錢。兄弟，你就活錯了，一點預算就停擺40多天，你不覺得這門關的該有如此荒誕嗎？想開吧，說你老特在位，屈指算攏共1400天，關稅制裁幾百項，2斤稀土就翻眼。總結起來4句話，說資本好比盆中鮮花，黨爭就是一團亂麻。股票增的再多，那是身外之物，胸口紅巾才是你永久的家呀。彈幕裡的劉亦菲可能要問了，取消奧巴馬平價醫療，那美國人看病貴咋辦呢？答：在川普看來，看病貴主要怪藥價。家人們，我要用行政力幫大家把藥價打下來了。早在9月，白宮便推出處方藥直銷平台特朗普大藥房，要求全球藥企基於美國最惠國定價，否則一律加關稅等等。政府價格管控經濟的制度叫啥來着？對，美國特色資本主義。具體到醫藥啊，這是打算學東大搞集採呀。好消息是他真打。11月6號，川普又在白宮召開發布會宣布降價了，大降價，原價每月1350美元的減肥藥，現在不要998，不要98，350美元帶回家。壞消息是，在場的丹麥藥企高管當場暈倒，還誕生了一幅世界名畫，是不是很熟悉？這是直播間劇情啊！不好了，哎呀，價格錯了，老闆暈倒了，快點下架鏈接，怎麼下架不了啊？求求你們別下單了，我們要虧死了啊！就這種。此外啊，8號董王發布最高指示，建議繞過又大又壞還吸血的醫療保險公司，將用於挽救奧巴馬醫保的聯邦資金直接發給民眾，讓他們購買更好醫保。
小提一嘴啊，以全美最大私人医保公司联合健康为例，年均保費超$5000，明年還要漲價。而奧巴馬醫保的政府補貼僅$1000每人，這錢都不夠甜甜圈15分鐘化療的，圖啥？圖160嗎？當然了，兩黨只需要對噴就好了，普通民眾要考慮的就很多了。還記得前面的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嗎？它是美國社會福利最大的基石，近4200萬人依賴其解決基本溫飽，包括1600萬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老年人、殘障人士。11月資金耗盡後，一名地區法官強制農業部動用40億應急資金繼續發放當月食品援助，但司法部立即上訴，最終最高法院大法官支持特朗普暫停發放。是的，由於董王攔截，美國出現了史上第一次食品救濟金中斷，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援助項目、兒童啟蒙計劃也要延期。不僅如此，從機場安檢到飛機空管、執法部門等140萬聯邦僱員被迫無薪打工或休假在家，甚至不得不向慈善機構尋求幫助。只有國會議員仍在照常領薪水。8號，航班縮減導致包括芝加哥、紐約等超1400個航班取消，約6000個航班延誤。華盛頓機場最多要等4小時以上，因為許多空管員拿不到薪水，不得不請病假或兼職維持生計。當數千萬底層人的社會保障、兜底福利千瘡百孔之際，政客們寧願關門，把國家當作爭權奪利的籌碼。兩黨唯一的共識只有苦一苦百姓，選票我來擔。此事在《大明王朝1566》亦有記載。能調，這個時候我們也不會給他調了，乾脆讓浙江亂起來。那麼等待特朗普的是贏麻了嗎？11月4日，民主黨人馬姆達尼擊敗特朗普背書的另一個民主黨人科莫，贏下紐約市長。小提一嘴，科莫更是紐約的4世3公，他爸是前紐約州長，他自己也幹了11年紐約州長，直到2021年爆出在州長官邸猥褻女秘書，邀請另一位女助理打脫衣撲克，報復曝光的另一位女助理等醜聞後辭職。而馬姆達尼是一位出生在非洲、成長於紐約的印度裔穆斯林，早年當過說唱歌手，老婆是敘利亞藝術家buff疊滿了啊！更搞笑的是，投票前馬姆達尼支持率一度超40%。特朗普一看共和黨獲勝無望，緊急發推呼籲 MAGA 趕緊投民主黨人科莫。德州州長也站出來表態，如果馬姆達尼勝出，他將對從紐約搬到德州的人徵收100%搬家稅。沒想到全美喜迎王師，超200萬紐約市民以半個世紀以來最高投票熱情把小馬選上去了。面對如此潰敗，共和黨緊急召開總結大會。當然了，董王將失利歸因於他的名字沒有在選票上，但共和黨內部結論是沒有把精力集中在最能打動選民的議題上。副總統萬斯也表示，共和黨需要把注意力放回國內，讓美國人能過上負擔得起的生活，否則中期選舉即將潰敗。這一下時間線終於回到開頭了。11月9號啊，隨着不多不少剛好8位民主黨議員倒戈，臨時撥款法案以60比40剛好在參議院通過。跳反的不乏民主黨高層付出了巨大讓步，除了口頭承諾外，幾乎沒有拿到任何政治利益。為啥呢？因為就在雙方鬥得你死我活的時候，民主黨也在出現10年前共和黨那樣的建制派與興美派的分裂。對，就是這個新當選的紐約市長馬姆達尼，他更像是民主黨 MAGA。之所以他能當選，正是在2024年民主黨潰敗後，重新找到了觸及普通人的敘事主線，可負擔的生活成本。你看他的競選口號有啊，免費公交、試營供銷社和免費托兒所，降低租房成本，還要大幅度提高富人稅，填補財政虧空。雖然承諾看起來虛無縹緲，但真正打動了深陷高通脹的紐約市民。歸根到底啊，這就是在物價上漲、生活成本增加、社會保障不穩定的情況下，人心思變。反觀共和黨，11月6日，董王高興地宣布，美國所有商品價格都在下降。隨後，福克斯主持人亮出勞工部的最新通脹數據打臉：9月美國 CPI 同比上漲3%，達到1月來最高水平；汽車維修上漲11.5%，天然氣上漲11.7%，食品上漲3.1%。9號，白宮指示各州不要全額發放11月份的補充營養援助福利，已經全額發放的州必須收回款項。10號，政府停擺進入第41天，川普公開批評部分空管員未能堅持無薪上班，並威脅必須立即返回崗位，否則將不會獲得任何補償。哎呀，很難想象世界 GDP 最高的美國人民有一天也會號召勒緊褲腰帶，還是制度性的，老百姓無法避免。
最後，我還想由此延伸到世界局勢，講講我的思考。從全球關稅戰到美國政府停擺，從路易吉到查理·科克案，100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之時，普通人都一臉懵。而現在，大多數人已經切身感受到變局的影響了。1992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有一名言：笨蛋，問題是經濟。無論放在如今這個大變局之中，亦或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下，這句話同樣適用。我們要知道，中美博弈是長期的、變化的。中美兩種發展道路，既有硬實力的比拼，也有軟實力的較量。誰的經濟更有韌性，誰的科技發展更快，誰的社会能做好保障民生、補齊短板，誰就能走向勝利。就在特朗普 1.0 創出停擺新紀錄的3年後2021年，我國宣布打贏脫貧攻堅戰，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同時超1800人犧牲在脫貧攻堅的一線。如今，當超1/8美國底層民众的兜底福利被黨爭打斷，当歷經41天關門後，兩黨達成共識，轉身又開始扯皮之際，10月底，中美會晤後按下關稅暫停鍵，這也意味着我們通過稀土牌、貿易牌的反制，逼迫美國從層層加碼到鳴金收兵，贏得階段性勝利。其實問題不光美國有，我們同樣也有。不可否認，目前我們在雙休社會保障方面也需要完善，但認識到有問題，不是把它當成拉票口號，而是實實在在作為解決目標，這就是中美的本質區別。最近幾年，大家應該聽到不少鼓勵消費、提着內需的話題，讓人花錢的前提有2條，一是有錢，二是敢花錢。這就更要求我們必須讓社會保障更加平等地覆蓋國民，既需要官方政策，也需要企業示範。10月底，我國公布的15規劃提出，到2035年實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国家水平，並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11月1日，神舟21號載人飛船在酒泉衛星中心成功發射。11月5日，我國自主設計建造的全球首艘電磁彈射航母福建艦入列。從菜籃子工程到脫貧攻堅戰，從三峽大壩到村村通，一切宏大的敘事最終都要落腳於人民的幸福。我们所畅想的未来不僅是 AI 機器人改變生產方式的未來，更是讓現代技術造福人類，讓老人安享晚年，讓孩子快樂成長的時代。我們追求的強國，不僅是戰艦守衛疆土的強國，更是每個公民都倍感安全的家園，而這需要個人、企業、社會共同努力。企業溫度決定了社會發展的厚度。當企業將勞動者的福利保障真正作為長線投資運營，而非亟待壓縮的經營成本，社會的進步才能與普通人同頻共振，企業發展才能與員工幸福同步。